欢迎来到人生有道，岁月如歌，道在其中，一起感悟人生。杨绛先生说：“别晒幸福，别晒甜蜜，别晒发达，也别晒成功。”物理学的常识告诉我们，晒总是会失去水分的，藏才是保鲜最好的方式。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人喜欢在朋友圈晒豪宅、豪车，或者赚了多少钱，去显摆自己过得有多好，能力有多强，以获得他人的羡慕和称赞。这种虚荣的炫耀，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厌烦和妒忌，甚至还会给人留下浮躁的印象。人到中年，想要提升自己的层次，活得高级，注意不要在朋友圈晒这4样东西。1. 不要显摆自己的才华。现代社会从不缺乏人才，如果年轻人感叹怀才不遇，还情有可原，但若是到了中年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，就难免成为别人的笑柄。常言道，做事要高调，做人需低调。做人时切忌锋芒毕露，若因为自以为有才便轻视他人，摆出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，很容易引发他人的反感和敌意。尤其是中年人，经过岁月的磨练，无论在能力还是学识上，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。这时更要沉着冷静，戒骄戒躁，避免因为目中无人而滋生自满心理。中年人往往在社会或职场中已占有一定地位，但若恃才傲物，总是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不仅会令同事疏远，还可能对事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。孔子曾言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荀子亦有训：“与人善言，暖于布帛；伤人以言，深于毛戈。”言语之间的交锋，其杀伤力并不逊于刀剑，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无尽的纷争。因此，中年人无论事业顺利与否，都应秉持低调处事的态度。在官场、生活场或生意场上，低调既是一种保护自己不招致非议的智慧，也是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生存之道。2. 不要显摆自己的财富。常言道：“财不露白，富不露相。”为人处事，不要随意暴露自己的财力。要是将财富作为一种炫耀的资本，彰显优越感，很容易招致灾祸。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朋友圈频繁晒豪车、豪宅和奢侈品，结果他家遭遇了一次有预谋的盗窃案。调查后发现，盗贼正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他家的具体情况。更有甚者，因为炫富，家中孩子遭人绑架的案例也不在少数。还有的家庭因炫富引起朋友的借贷请求，最终因人情纠葛导致关系破裂。正如稻盛和夫所说，钱是必须要有的，但没必要到处炫耀。他人并不会因为你的炫耀而高看你一眼，相反，会因为你的这种行为，嫉妒你、疏远你、厌恶你。3. 不要显摆自己的孩子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说：“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”意思是为人直率，但不傲慢自大。有所成就，
但不炫耀显摆。这是在劝诫我们，做人要低调谦卑。若为人过于高调，不只影响自己，还会影响下一代。身边遇到好几起孩子厌学的案例，究其原因，一律都是父母毫无分寸地在亲戚朋友面前晒孩子的成绩、奖状或比赛视频。虽然初衷多半是鼓励孩子，殊不知父母的这种行为带给孩子无限的压力。阿姨家中的一个孩子成绩一直很好，但到初三过完年，怎么也不肯去上学。无论家长老师用什么方式劝导他，他就是不肯上学。他说：“我妈妈成天把我吹上天，我已经被吹到天上了，再也下不来了。”最后没办法，就重修了一年初三。从此以后，阿姨再也不在别人面前吹捧自己女儿了。最后，这孩子如愿考上了满意的高中，后来也进了心仪的大学。总体来说，父母的炫耀看似是在夸赞孩子，实则是给了孩子另一种压力。孩子要为了家长的脸面，时刻保持优秀，不敢做错一道题，不敢放松，不敢失败。这种将孩子作为炫耀资本的行为，正在一点点毁掉孩子。4. 不显摆自己的人脉。最近很多身边的朋友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人脉是不是真的有用？是不是认识了很多厉害的人，就能帮到自己？很多人都很肯定地回答说是的，但是却被事实打脸了。因为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：你不优秀，认识谁都没用。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因为人脉往往不是单向的，而是双向的。但你如果没有能力，即使你认识太多的人也是没有用的。认识的一个人是单位的高管，为人一点都不低调，尤其酒后满口狂言，说自己怎么牛，认识谁大领导，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情等等。无论单位的人还是家里的亲戚，都巴结他。后来因为被举报、降职，又后来生病住院，但去医院看望他的人少之又少，家里的亲戚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之前别人看重的是你手里的权力，而不是你这个人。一旦你的权力没有，与你交往的人就少了，利益使然。俗话说得好，小孩才分对错，成年人只讲利益。因为你拥有资源的多少，才是你社交的最大筹码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实力，再多的人脉也等于零。因为当你没有进入更高层次时，人脉是贬值的。因为人脉从来都不是求来的，而是靠你自身吸引来的。无论你是在职场还是社会上，认识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要成为谁，能够成为谁。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，不需要靠认识谁来证明自己广交人脉，而是选择提升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因为最好的贵人就是自己，人脉只不过是自我提升之后的一种产物。人到中年，朋友圈已经不再是炫耀的平台，而是生活的点滴记录。一个真正成熟的人，不是靠显摆外在成就来证明自己，而是通过内在的修养与实力赢得尊重。低调做人，低调生活，藏得住光芒，
守得住幸福，这才是中年人活得高级的最佳方式。正如杨绛先生所言，藏才是保鲜最好的方式。